这个前置变成广角之后就太舒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现在我是刚刚拿到我的11 Pro Max， 我将会带这台机器一起去看看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华为 Mate 30系列的机器。这个昨天晚上呢是刚刚开完国际版的发布会，然后武汉旗舰店的小伙伴跟我说，这个店里面有非常全面的体验机，可以去订货，然后再去体验看一看。OK， 那咱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用11 Pro Max 录一期短的 vlog， 一起去看看 Mate 30和 Mate 30 Pro 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，马上开始。OK， 现在我手里这3台呢，就是昨天晚上刚刚发布的华为 Mate 30系列。这里这一台呢是 Mate 30的这个绿色的这个版本，然后这边是 Mate 30的 Pro 版。其实我个人呢，把所有的颜色全部都体验了一遍啊，这个最喜欢的就是这2个颜色，尤其是这个绿色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然后这边呢是它这次新加入的一个紫色的版本，就是非常亮，这个非常适合比较成熟的女性啊，就是非常有韵味这个颜色。然后整个手机呢也是一个之前叫瀑布屏，然后华为呢叫做环幕屏，旁边是这个88度的一个超大曲面，然后正面呢也是几乎都感受不到两边的边框了，就是上下只有这个额头和下巴。然后顶部呢这个 Pro 版本呢是有 3D 结构光的，然后上下的这个边框呢是等宽的，这一点上做起来是比较难的。比较关心的之前像 Nike 3上那个说的会不会误触的问题，我刚才体验了半天，这几台机器真的都没有出现什么误触啊，这一点上做的还比较好。OK， 后面呢为什么喜欢这个绿色，就是只有这个绿色我发现了啊，包括这个 Mate 30这边它的机身的上半部跟下半部这个背板或者说工艺是不一样的吧，它下面呢是这种磨砂质感，淡淡的磨砂质感，这个就非常防指纹，而且拿起来非常舒服，有点雾蒙蒙的感觉。然后上面呢又是这个亮面的，你要的这种光线的这种感觉，包括上面的这个大奥利奥的这个圈儿，这光线打上去就非常漂亮。这个就是又照顾了你的手感，还不影响颜值，确实拿在手里是非常舒服的。整个机器呢，这个重量呢不到200克，也是比较适中的。然后电池方面是4500毫时一个电池。拍照方面呢，这次提升呢，也是挺大的。但是呢，前期的这个现场体验呢，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大家非常详细的演示，在后期的深度测评之中呢，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聊。这2台机器一对比啊，你就感觉这好像是不是有点臃肿了？这个 Mate 30就稍微的圆乎一些吧，你可以这样说。然后这个绿色呢，它也是上边是亮的，然后下面呢是这种磨砂质感。反正这次如果你要选择 Mate 30和 Mate 30 Pro 的话，绿色是我的第一首选。这个紫色啊，还有就是银色的版本呢，它都是通体都是高亮的，几乎它这个3边是等宽的，这一点上也是比较难得的。这个额头呢还是稍微的宽一点，然后有这种小板牙的设计，尤其是它这个上下收窄了之后，这个双摄就显得更加的突出一些。这个后背呢基本上是一个 ID 设计，但是呢它是Mate 30 Pro 这边呢是4摄。整机的这个质感上呢，其实跟上一代的 P30 Pro 是非常像的，就是非常精致，包括这个顶部啊，还有就是额头啊，设计都非常像。然后它的这个 Type-C 的接口呢，并没有卡在中间，而是稍微偏下的这个地方。至于 Mate 30系列的屏幕方面呢，很多小伙伴都在问啊，我现场的实际观感呢，其实并没有觉得它和 P30 Pro 的那个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这次呢，它依旧是没有上 2K， 尤其是 Pro 这边有点小遗憾啊，毕竟呢是加入了这么大的这个弧面，我估计要再上 2K 的话，这个成本真的还是很高的。Nike 3那边呢也没上啊，就可以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之前能接受 P30 Pro 的那块屏幕，那么这块屏幕也没有问题。如果你觉得 P30 Pro 那块屏幕比较烂比较差，那么这块屏幕呢也就如此吧，它依旧是 1080p 的。这个曲面屏呢，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两侧偏绿的问题，这个其实是这个曲面屏视觉上的一个通病嘛，就是华为的这一台呢也是有一点，你打到这个浅色界面的时候，其实你也能感觉到两侧呢是有这个偏绿的情况，或者说暗影的这个情况。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，它的这个按键是怎么设计，在这个侧边啊，靠下边或者说靠后边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电源键，这个是实体按键，这个就完全符合你的使用习惯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
这个音量键怎么办呢？是轻触上半部分，然后你就可以调节音量了。还有2种操作方式，就是你一种可以在屏幕里边直接按住这个小白钮，然后来滑，而且你可以在侧边的这个屏幕上滑动，就直接可以来调节，而且它都是有这种线性马达的反馈的，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挺不错。OK， 还有就是 ID 方面呢，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大奥利奥了。这个奥利奥呢，说实话，确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大一些。就是包括新 iPhone， 如果你稍微一横过来，就会发现这非常像一个卡片机了，已经非常像了。尤其是加上这个光环。主摄方面呢，反正它是上到了1.54%的这个业界目前最大的底。之前呢，它是1.7%的大底，已经是业界低了。这次它自己又刷新了自己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还是比较担心 LLD 的问题吧，因为 LLD 呢确实增加了40%的进光量，但是之前在这个视频中呢，我们也详细跟大家聊过，就是它的这个偏色问题，无论是在摄像的时候，还是在拍照片的时候，就是它这个取景框不是实时预览的，就是都会比如说录像的时候会有一些卡顿啊，对运算量呢确实要求非常高。30 Pro 上面其实和苹果这边呢用了一个或者类似的工艺吧，就是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在同一块玻璃上做了2种触感，就是苹果的这个它后边是磨砂的这个绿色，然后它这边是这个高亮的，这是一整块玻璃，就是光面的。而华为这个刚才我们说了，它下半部分是这种磨砂的，然后上半部分是光亮的，而且它中间的过渡非常的自然，就没有那种咔噔，然后突然就变成这个磨砂的，它是慢慢过渡下来，就是在中间的部分，很大的一块成本吧。如果要是这2台手机的后背板你们摔了准备好自己的钱包吧。这个还有就是华为的这个前面它还是88度的这种超大曲面，正面摔了反正也不行，反正这手机就是不能摔。上市的所有机器呢，全部都是990的标准版，并不是990的5G。这个5G 版本呢，要到11月份才开售。990的标准版呢，提升真的不是很大，然后主要这次的提升呢，都在990的5G 上面。如果你要是非常在意5G 的话，那么现在呢，你不能购买，可以再等一等之后的 Mate 30的这个5G 版本。还有就是保时捷嘛，是吧？这个反正也不差钱你。OK， 这个就是华为的智慧屏了。其实呢，刚才我详细了解一下，它跟荣耀的那个智慧屏呢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别。这个触控板它是又可以触控，就是你可以上下这个滑动，然后它也可以点按啊。就是它下面你注意看这里，就好像是一个外置的音箱，其实不是。就其实这个长条，它是跟电视一体的，这个是电视的扬声器，然后它有9个喇叭，是65寸的一个尺寸。从正面看的话，感觉你好像下边加了一个这个单独的扬声器一样啊。你看中间还有个小屏幕，感觉很智慧的感觉是吧？它同样是可以放支架，也可以直接像这样直接放到这个台子上面，这个都可以。OK， 这几台机器呢，我们都前期的体验了一下，这就是一个前方的快速上手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质感非常棒。然后这个大奥利奥呢，确实没有让我失望。不过还有一些老的问题，华为目前呢还没有解决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包括从 Mate 20到 P30上的这个取景框。不实时预览，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卡顿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。比较遗憾的就是我没有体验到那个皮质的材质，它有一个绿色，还有一个橙色，另外还有就是保时捷的版本。我现场呢是各订了一台。如果你要是在意5G 的话，那就只能等到11月份了。5G 的价格呢，肯定就得7000了吧？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子。然后今年呢，我预感呢应该会涨一些价格，从那个 Mate 30那边，去年最便宜的是3999，当然如果它内存非常低的话，也可能依然有这个版本，但是它的锚定版本价格应该会涨一些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方先体验了一下 Mate 30的 Pro， 更多的深度测评呢，我们定了机器，然后买了机器之后，再详细的跟大家进行长测，尤其是还有 iPhone 这边是吧？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、新浪微博小白测评、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数据库可以直接进入 iPhone 的数据，应该会这2天更新吧。拜拜，下期视频再见。